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曾感受过生命中一股莫名其妙的沉重？那种累不是睡一觉就能好的，它像从很久很久以前就跟着你，深入骨髓。你明明已经很努力了，每一步都小心翼翼，每一次跌倒都努力爬起来，想要变得更好、更完整。可奇怪的是，那些让你头疼的老问题，总会换个马甲，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你面前。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这感觉就像你一直在还一笔根本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欠下的债，每当你以为终于能轻装上阵了，肩上却总有那么点没完没了的重量。咱们的潜意识啊，它可不是个简单的记忆抽屉，它更像是一份厚重的家族遗产，里面塞满了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故事，那些无形的规矩、莫名的恐惧，还有一些总在重复的模式。这么一想，所谓的因果或者业力，就不是什么老天爷的惩罚系统了，它更像是一种能量印记。那些你还没彻底搞明白、没真正放下的情绪，变成了一种沉甸甸的负担。这些印记不光藏在你的脑子里，它们还会悄悄地塑造你的选择，甚至连你吸引来的人、你的梦境、你的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痛苦，都和他们脱不了干系。我们灵魂的旅程，说白了就是要变得完整，就是要把自己身上那些被你忽略、被你抗拒的部分都好好的接纳回来，最终成为一个圆满的自己。而因果的循环就像是一个机制，它让你在情感和心灵的层面一遍又一遍的围着同一座山转，直到你把这个功课不仅仅是用脑子想明白，更是真真切切的把它活出来。当你真的能够去面对这些老模式，不抗拒、不评判，它们就会像魔法一样奇迹般的消失。那一刻，你会发现自己不再被过去牢牢地绑住了。可万一呢？万一你其实早就在悄悄地做着这项内在功课了呢？万一那些老旧的模式正在你的生命中一点点的瓦解，而一些更轻松、更美好的事情也正准备要来敲你的门了呢？那么你会怎么知道这个重大的转变已经发生了呢？当那些重复的模式终于被打破，你的灵魂不再像以前那样背着沉重的包袱时，你又会发现哪些不一样的迹象呢？第一个让你眼睛一亮的迹象，就是你不再陷在那些旧情绪的泥潭里了。回想一下过去，是不是总会吸引到同一类人，或者那些换汤不换药的伤害，总在你生命中反复上演？无论是被抛弃、被背叛，还是被拒绝的经验，又或者是你习惯性的自我破坏，这些情绪的循环，就像怎么也摆脱不掉的回音，紧紧地跟着你。不同的面孔，却带来了相似的痛苦。无论你多努力地去改变外在的环境，总有那么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你拽回到同样的情感困境里。但就在某个瞬间，一种微妙却深刻的变化开始发生了。那个把你困住的循环，它失去了它的魔力，你开始能更早地察觉到那些不对劲的信号。这种察觉不再仅仅是脑子里的理解，而是你的身体，你的每一个细胞都感受到了那种不舒服。你能在问题爆发之前就感觉到能量场里的不对劲，你停下来，做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选择，而且这是你第一次感受到你的神经系统不再像以前那样自动的进入防御或者逃跑模式。你不需要谁来劝说你，你整个身体、整个存在就是知道是时候离开了。这并不是你强迫自己去打破这个模式，而是因为那个曾经需要被这个模式困住的你已经不在了，你从根本上变了。俗话说得好，潜意识要是没有被你看见，它就会变成你的命运，在暗中操控着你的人生。这就是因果的运作方式。因果不只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它更是你潜意识里的那些模式，如何一遍又一遍的上演，直到你真正的看见它们，理解它们，并且把它们整合好。当你终于把意识的光芒带进那些一直藏着掖着的内心角落时，那个旧模式就会失去它的能量，再也无法控制你。你不再称它为命运，你称它为成长。这里面藏着一种平静的自由。你或许会感到一丝淡淡的哀伤，但这哀伤不是为了曾经的痛苦，而是为了那个曾经被困在其中那么久却不自知的自己。但同时，你也会感受到一份恩典。你或许会发现，
你可以原谅那些你曾经以为永远都无法原谅的人。这并不是要为他们的行为找借口，而是你终于把力量收回来了，不再允许他们继续书写你的故事。过去不再是你赖以为生的剧本，而是一段你已经成功穿越的旅程。这便是因果业力正在清理的第一个迹象。你不再与那些曾经困住你的事物产生共鸣，那个曾经定义你情感世界的故事情节，如今只化作一段记忆，而不再是一块能把你吸住的磁铁。你也不再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重读同一个章节来证明你已经学会了，因为你已经把这个功课真真切切地活出来了，你成为了那个答案。第二个明显的迹象是你感受到一种不依赖外在状况的深层平静。当你打破了旧的循环，当你不再被那些曾经掌控你的情绪模式所纠缠之后，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它不是那种轰轰烈烈戏剧化的登场，而是悄悄的温柔的降临，就像你一直下意识憋着的一口气，终于得以缓缓的深长的吐出。你可能只是静静的和自己待着，慢慢的喝着一杯茶，或者仅仅是看着窗外天空的颜色变化，然后你突然间明白了，你内在不再有那股熟悉的焦虑，不再悬着心等着下一场情绪的地震何时会来。你也不再像雷达一样不停地扫描四周，搜寻着哪里可能会出错，你就只是安静地存在于此，在当下的这一刻感受着平静。而这份平静并非因为你的生活突然变得完美无瑕，当然不是这样，但你与生活的关系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灵魂从来不渴望完美，它渴望的是完整。所谓的完整，不是指生命中一切都已安排妥当，而是指你不再推开自己内在的任何一个部分。当因果业力还在你的心灵中活跃作用时，你其实一直处在与自己的拉扯之中。你被困在愧疚与防卫之间，被深层的恐惧和无意识的抓取所驱动。潜意识会不断地搅动你内在的水面，让你时刻保持警惕，高度清醒，坐立不安。但当这股因果的能量终于完成了它的循环，当这个功课真正被你活出来时，你的灵魂就会开始安定下来。这就像一场漫长暴风雨过后，那片平静如镜的湖面，所有的一切都会慢慢的重新回到清晰的焦点之中。这份平静并不代表悲伤或挫折的消失，你依然会感觉到情绪，你依然会面对挑战，但它背后不再有任何内在的混乱在推波助澜。你不会再把那些困难的时刻解读为宇宙对你的某种惩罚，你不会再让痛苦成为定义你的身份认同，你不会再问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才要承受这一切。你只是单纯的去迎接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不再需要向内或向外去辩解，也不再需要去解释。这就是你如何知道某些根本性的东西已经悄悄地转化了。或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份平静是不需要演给别人看的，你不需要努力去说服任何人，你很好，你就是很好。你的内在现在有一种安静却强韧的信任感，一种相信无论外在发生什么，你的核心都将完好无损地度过。你不再围绕着自己的伤口去建构生活，你的核心终于变得清晰而澄澈。这份宁静，这份深沉不可动摇的存在感，即使在日常生活的喧嚣之下，也依然清晰可见。这便是你的因果业力已经清理干净的第二个迹象，它毫不张扬，但你绝对不会错认，这是你的灵魂终于得以深长地松了一口气的回响。第三个迹象是你开始毫不费力地接收丰盛了。一旦那份不依赖外在控制或结果的内在平静开始安定下来，你会发现生命开始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你。在经历了多年的奋斗、过度劳累、过度付出以及不断的努力去证明自身价值之后，你开始注意到某些微妙的流变，事情开始以一种更轻松的方式发生。这并非因为你停止了努力，而是因为你内在的抗拒消失了，你不再逆流而上，而是选择顺流而行，让生命的水流以一种更轻柔的方式带领着你。曾经，爱对你而言似乎是需要努力去争取的，现在它却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流向你。曾经，机会似乎总被一道隐形的墙壁所阻挡，现在它们却开始在你面前自然地展开。世界还是同一个世界，但你内在的接收器已经被校准，你敞开自己，准备好去接收了。我们内在的潜意识不只是一个个人的记忆宝库，
它更是我们外在实相的建筑师。当未解的因果业力停留在那个潜意识的空间里，它就像一个能量的滤镜，扭曲了你对自我价值、安全感和可能性的感受。你可能在无意之中阻挡了那些本就属于你的丰盛，并非因为你不想要，而是你内在的某一部分始终深信着自己不值得拥有。那些隐藏的罪恶感、羞耻感，以及来自更古老源头的印记，都在你的心灵深处创造了巨大的阻力。但当这些因果模式获得化解，当这个功课被你完整的整合，而那个旧有的故事不再能定义你时，你自身的能量场就会开始发生转变。你不再吸引那些会重复你旧有伤口的状况，更重要的是，你也不再选择它们了。这并非某种神奇的思考魔法，你依然会去实践，你依然会去工作，但奋斗与挣扎不再是这趟旅程的唯一核心。你不再需要透过过度付出来换取被爱，你不再去追逐那些看不见你内在价值的人，而你可能一开始都未能意识到，你已经开始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不是为了你曾经受苦而给予你的一份奖赏，这是一种卸下重担的灵魂最自然不过的生命韵律。当万物来到你身边，你不再退缩；当人们爱你，你也不再质疑为何。你接受这份美好，不再带着怀疑，而是带着一份宁静的感恩。这就是第三个迹象，生命开始真实地反映出你内在的转化，恩典会自然而然地找到你，而这是你第一次没有将它推开。你不再恐惧它，随时会消失，也不再为它的离去而提心吊胆。你允许它留下，因为你内在的某个部分终于相信，现在去接受这份美好是完全安全的。不是因为你为它奋斗过了，而是因为你成为了那个不再需要为此而奋斗的自己。第四个迹象是你感觉到被一种使命感所牵引，而不再只是为了生存而活。当你开始轻松地接受丰盛，当生活的挣扎感开始软化，当生命不再感觉像是一场无止境的战场时，你会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渴望正在你的心底悄然升起。它不再是关于修补、追逐或保护什么，你不再只是为了生存而努力，那股曾经紧紧抓住生命的焦虑感开始松开了，取而代之的是某些更温柔也更宏大的东西开始轻声地召唤着你。你的内在会有一个轻柔的拉力，它在温和地询问你，我来到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这种转变在起初是十分微妙的，或许你感觉自己被一种新的创造形式所吸引，或许你被内在的声音召唤，去帮助那些曾经走过你同样道路的人。你感觉自己不再那么被自身的伤口所消耗，而是对于如何贡献，如何让自己的痛苦成为一张能够引导他人疗愈的地图，感到更加好奇。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成为你真正原本的样子，而这份礼物，从你的灵魂不再被过去的因果回圈所困住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真正的显化。你的每一个决定，不再是出于恐惧的反应，而是出于你最真实的本性所做的选择。当你的业力还在活跃的时候，你会觉得生命中的一切都充满了反应式的行为，你在不断的防卫、证明自己，或是逃避。但一旦它被清理干净，你的内在会开阔出一个巨大的空间，而就在这份宁静的宽广之中，你的生命使命就会开始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这不是那种带有压力的使命感，也不是那种我必须找到我的天职，否则我就失败了的焦虑。它更像你内在的罗盘，开始自动校准，将你引向一个更有意义的方向。它从不强求，它只是温柔地邀请着你。你感觉自己被一种力量所牵引着，但不再是被匮乏感所驱动，而是被无限的可能性所吸引。你不再需要追逐各种外在的角色或身份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取而代之的是，你开始真正的活出你的真实。你说话会更自由，你做出的选择会更真实的反映你的核心价值观。当你开始想象未来时，你脑海中浮现的不再只是关于生存的画面，它会是你的传承。你会开始问自己，我来到这里是想留下些什么呢？我想要活出怎样的一段故事呢？这就是第四个迹象，你被某些比恐惧更深层的东西所牵引着，使命感成为了你新的罗盘。生命不再只是关于你要避免什么，而是关于你能创造什么，能够分享什么，得以表达什么。因果的迷雾彻底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晰的洞见，
以及内心深处那股静默而坚定的火焰。你不再是为了证明自己足够好而行动，而是因为你现在知道你本来就足够好，而这份深层的指导会彻底的释放你，让你能够去服务、去创造、去带着完整的意图好好的活在此时此地。现在让你的呼吸自然的深化，因为这不只是需要你用头脑去理解的知识，它更是需要你用心去感受的一切。真正的转化从来不会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它需要被你完整的活出来。你已经走了非常遥远的一段路，你已经卸下了许多原本就不属于你的沉重负荷。所以在你继续向前走之前，请先允许自己停下来，静静地感受一下真正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可以闭上眼睛，将手轻轻地放在你的心口，去感受你内在那个曾经历经无数次生命旅程，走过爱与痛，承载着遗憾与任性的部分，感受那些选择留下的回音，以及那些你曾经学到的功课，那些你曾经无意识地替他人肩负着的沉重。现在轻柔地问自己，我已经释放了哪些曾经的因果模式？我内在的哪个部分现在感觉如此轻盈敞开，不再有任何负担？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吗？而这个全新的自己又将从这张空白的画布上开启一段怎样的崭新故事呢？如果你感觉被召唤，今晚可以为自己点上一支蜡烛，这并非为了哀悼，而是为了向生命本身献上最深的敬意，让这成为一个安静而温柔的仪式，去轻柔地确认某些事物已经结束了，旧有的循环已经完成了，你不再有任何未了的债务，你是自由的。现在就在你内在的这个敞开的空间里，请再问自己，如果不再只是为了生存而活，而是为了灵魂的表达而活，那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你的每一个选择都来自于内在的清明，而不是过去因果的惯性，那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因果从来就不是一种惩罚，它是一面镜子，一面如实反映出所有你尚未整合的内在部分的镜子。但当你勇敢地去面对你的模式，带着诚实与恩典，当你做出不同的选择，即使那个过程曾让你感到痛苦，这面镜子就会逐渐消融，而剩下的一切就只有那个闪闪发光的真实的你。如果你的生活感觉更轻盈了，如果你的心感觉更平静了，如果那些旧有的痛苦不再能轻易地将你拉回原地，那么这不只是成长，这是一场深层的解脱。你终结了一段古老的篇章，而前方等待着你的不再是偿还或报应，而是你真正的生命使命。所以请你勇敢地向前走，不再是那个急着逃离过去的自己，而是那个终于准备好去成为你一直以来那个注定要成为的自己。如果你确认收到了这份讯息，并准备好开启新的篇章，我鼓励你在评论区打出“我与使命同行”，让这股意念成为你刻印在时间洪流中的力量。愿你被内在的光所引领，从此安然前行。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